者》在第一季播出时，几乎凭借紧张的剧情、沉浸式的拍摄手法和主演的演技，成为国产剧市场上的一匹黑马。观众不仅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惊心动魄的叙事所吸引，更因为王一博、王阳两位男主角的精彩对手戏而议论不休。如今，《追风者2》传来开拍在即的消息，瞬间点燃了粉丝与观众的期待。社交媒体上，关于剧情走向、演员回归、制作班底的讨论层出不穷。人们不禁想问，第一季积攒下来的口碑与热度，能否在第二季再度爆发？还是会因为种种纷争而面临危机？作为第一季的绝对核心人物，王一博塑造的角色不但兼具少年气与坚毅感，还在人物成长弧线中展现了极强的爆发力。他的眼神戏，他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展现出的内敛与爆裂，都让人印象深刻。观众对于他的喜爱，直接转化为对《追风者2》的最大期待。评论区、话题榜、各大论坛里，王一博必须回归几乎成为一致的呼声。然而，演员的档期、制作方的谈判、剧情的走向，往往决定着结果是否如人所愿。对于粉丝而言，等待与猜测的过程既煎熬又刺激。如果说王一博代表的是青春与激情，那么王阳在剧中的存在，则是一种厚重与深沉。他的表演充满层次，既有冷静的理智，又有暗流涌动的情感张力。正是这种沉稳与年轻角色的碰撞，才让整部剧呈现出独特的张力。很多观众直言，没有王阳，就没有追风者。因此，《追风者2》是否能保留王阳的角色，同样成为焦点。如果他不能回归，故事线会否断裂？角色弧线会否失衡？这些问题悬在空中，让期待中带着不安。在理智的观众眼中，王一博与王阳的合作是一种双赢，一个年轻而充满爆发力，一个稳重而富有深度，两者的化学反应成就了剧的高口碑。然而，部分粉丝却陷入了拉踩与争夺 C 位的漩涡。有的粉丝坚持王一博才是核心，也有人认为王阳的气场才是剧的灵魂。这种战火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，甚至影响到路人对剧的观感。事实上，追风者之所以成功，恰恰是因为两位演员的互补与合作。如果粉丝之间无法和解，最终受伤的只会是作品本身。对于制作方而言，如何平衡演员的回归问题，是一个复杂的课题。既要考虑演员的档期与档次，又要顾及剧情逻辑与观众期待。若王一博与王阳能双双回归，不仅能稳住第一季积累的口碑，还能在话题度上形成新的爆点。毕竟，观众最期待的就是看到熟悉的角色在全新篇章中迎来更高的挑战。如果最终只有一人回归，剧情必然需要重构，而风险与争议也会随之而来。截至目前，制作方并未对演员阵容给出明确回应。这种沉默既可能是出于保密策略，也可能是谈判仍在进行中。业内人士分析，《追风者2》的制作成本、投资规模都会因为演员的选择而发生巨大变化。尤其是王一博，作为流量与实力兼具的演员，他的片酬与市场号召力都不容忽视。如果制作方能说服两位男主继续携手，必然会是剧集宣传上的最大亮点。如果不能，那就需要用新的演员来承担观众的期待，这显然是高风险操作。如果两位男主都能回归，那么第二季的剧情走向很可能会在第一季基础上进行延展。观众期待看到的是角色在命运洪流中更深层的成长与挣扎。有人猜测，编剧可能会通过新角色的引入来制造更多冲突与张力。但无论如何，男主的完整弧线才是观众追剧的最大动力。若核心人物缺席，故事可能会变成换血式重启，这对口碑和市场成绩都是极大挑战。观众对于《追风者2》的态度既热切又矛盾。一方面，他们希望尽快看到新一季的精彩呈现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担心换角会毁掉第一季的好感度。很多网友直言，如果王一博不回归，我就不看了。也有人说，少了王阳，
剧就失去了灵魂。这种情绪的复杂性，正是市场热度的来源，也是制作方必须认真对待的信号。在今天的娱乐生态中，舆论几乎可以决定一部剧的命运。社交平台的风向、粉丝的呼声、媒体的报道，都会成为影响制作方决策的重要因素。对于《追风者2》来说，如何引导舆论，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声音，将是关键。倘若制作方能及时抛出定心丸，比如官宣双男主回归，便能立刻扭转不安情绪，将关注度转化为收视保障。追风者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多方努力的结果。从演员的演技到制作的精良，再到观众的支持，缺一不可。而在《追风者2》即将开拍的关键时刻，最需要的不是粉丝间的对立，而是对演员、对作品的共同守护。毕竟，真正能让这部剧走得更远的，不是争论谁更重要，而是他们能否再次同框，给观众带来心跳加速的体验。感谢大家耐心观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期待《追风者2》，如果你也希望王一博与王阳能双双回归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把这条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。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王一博或王阳中的任一位最终无法回归，《追风者2》面对的首要问题不是换人本身，而是如何把换人转化为剧情上的合理性与情绪延续。成熟的剧组通常有几条可选路径，其一是时间跳跃加交接弧线，把原角色写成在剧情时间线中完成某一段使命后转入幕后或牺牲，通过纪念或回忆推动新角色成长。其二是并行叙事，引入新一代角色，让原班角色成为背后力量或智囊，从而保留情感厚度。其三是整体换血，但保留核心主题，以新的演员群体重建情绪基调与主题张力。任何一种方式都必须解决两个痛点，一是观众的情感断裂，粉丝对既有演员的情感投资；二是口碑风险，换角容易被解读为质量下滑或炒作。从剧本角度看，最稳妥的做法是用故事合理化变动，而不是宣传噱头。例如，通过一条传承线索，把新人物与原人物的理念、信念连接起来，既尊重前作又赋予续作新的使命感。制作方若能在宣发上做足铺垫与情绪管理、幕后花絮、演员访谈、剧情导读，则换人并非终局，反而可能带来新的讨论点与受众层扩展。但要注意，粉丝的情绪不是短时间能被平息的，剧方若要顺利推进，必须在尊重原作和沟通透明之间找到平衡，避免盲换或秘而不宣，否则再精彩的故事也可能被负面舆论淹没。粉丝战争、代价、传播机制与公关对策，粉丝之间的争执往往会超出单纯的支持范畴，演变为互相攻击、刷榜资源的消耗战，甚至把私人矛盾放大到公共舆论场。对于一部热剧而言，这类粉丝战火带来的直接后果包括社交平台信息噪声增加、剧集话题被极化，以及部分潜在观众产生疲劳。从商业层面看，短期流量或许上升，但长期口碑与品牌形象可能受损。品牌方和投资方最忌讳的就是话题热度高但转化率低。因此，制作方与播出平台需要有成熟的舆论应对机制。第一，及时发布官方信息，减少不实传闻传播的空间。第二，搭建正向沟通通道，例如组织演员与观众的官方见面或线上问答，把粉丝的热情转化为建设性参与。第三，对明显的网络暴力或违规刷榜行为采取平台协同治理，保护正常观剧体验。与此同时，粉丝自我调节也非常重要，理性追星，尊重其他观众的选择，才不会把喜爱变成破坏。简言之，粉丝是剧集最宝贵的资源，但当热情演变为对立时，所有人都将是输家。制作与媒体如果能引导粉丝把能量投入到支持作品质量上，而非互相耗损，那么《追风者2》将有更高的概率把讨论转化为口碑。实现男主回归或平稳换人的最佳策略，本质上是一个关于透明度、
情感连接与创意补偿的系统工程。第一步，制作方应明确时间表与沟通节点，在关键决定尚未确定时，不要让空白成为谣言孵化器。第二步，利用创意弥补情感缺口，例如通过回忆片段、藏匿式客串，或把原角色精神化为续作的核心理念，给观众一个情感寄托。第三步，设立粉